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跟大家闲聊一下，就是我去做了所谓的 brain mapping， 然后就是所谓针对大脑呢做一个很像是心电图的一个检测，然后对我的大脑有所扫描。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过程，还有它的功用跟我的结果，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脑电波的那个心电图，它的操作是怎么一回事。它会放好多个那个，就很像是你在做超音波的时候，它会贴那个在你的头上，然后会用那个凝胶让它粘住，所以呢，它就可以侦测你的脑电波。然后接下来它会对你进行一系列的测验，很像是智力测验。这里头呢就会问你，例如说像数字啦、图案啦，然后记忆啦，然后文字啊，各方面的，然后去侦测你的大脑是在这样子不同的高压的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它会看你的大脑彼此之间怎么样交流，然后你的大脑哪个部分是比较活跃的，又或者是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下的时候，你的智力可能会从这样子一个状态可能会减低到比较低的状态，那是不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还是其实是需要多注意的范围，也就是你在高压状态下的时候，你的智力啊或者是执行能力可能会降低到理想状态以下，那这是他们所谓的脑波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们现在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 brain mapping 或 brain scan， 这些他们是在做什么的呢？所谓的 brain mapping 呢，其实它就是透过仪器呢，然后针对你的大脑的脑波，它们的活跃程度在不同的状况下，然后针对你的大脑的活跃程度来去检测你大脑的所谓思考的功能，或者是情绪管理的功能，又或者是专注力的功能，又或者是你的 executive functioning， 就是执行功能，还有你的感知觉接收的一个功能，还有你所谓的 motor function， 就是运动的这个部分。所以它会去侦测你的大脑在这些状况下，在不同的一个情境下，你的大脑是怎么样运作的，会帮助你了解这些不同的部分，还有你的大脑它自己怎么样跟不同的部分有所沟通跟连结。那有的时候就可以帮我们了解，有的时候其实我是因为我的情绪管理不好，可能跟我所谓的其他的症状也许没有太大关系，又或者是呢，也许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去了解，也许你可能有所谓的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的倾向，又或者是你比较可能会得到所谓的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那这些呢，都可以透过我们所谓的大脑的心电图的方式呢，帮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对于我们的大脑可以有不一样的训练，针对大脑不同的部位来做训练。那有这样子做这一整系列的治疗的人呢，他们回报的反应是，他们觉得自己在压力状况下的那个 tolerance 会增加，也就是对于压力的那个承受度增加了，比较不容易会暴怒，也比较不容易烦躁，又或者是呢，在面对家人容易常让自己暴怒的那个部分呢，减少了非常多。所以其实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新的科技哦，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刚好有认识的机构，然后他们让我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先跟大家简单介绍所谓的 brain wave， 就是脑电波。那所谓的脑波有哪几种呢？第一个就是比较低的，叫做 Delta wave 呢，它就是属于在我们在睡觉，然后在做梦的时候是我们的 Delta。第二个就是 Theta， 所谓的 Theta 呢，就是你就快睡着，然后被半催眠、半睡半醒的那个样子，就是 Theta。第三个呢，就是当你比较清醒的，比较高一点的层次，就是
alpha， 那就是属于你是整个人是比较清晰，然后你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是对自己有比较多的反省啊，然后你也非常的放松的一个状态。那第4个呢，就是 beta。所谓的 beta 呢，就是你呈现自己是一个比较忙碌啊，然后容易比较是焦虑，就是你的思维非常的快，就是你开始变得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那就是 beta。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gamma。gamma 其实是属于你在一个非常非常高度专注，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个脑波。那这是所谓我们常见的5种的脑波。所以呢，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心电图电波的一个检测，然后扫描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是不是很容易让自己呈现在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又或者是呢，我是不是常常在高度焦虑的状态。而我自己的一个检测报告出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还蛮常会陷入一个在 Delta 的一个 brainwave， 就是我常常其实是在 checked out， 然后大脑其实没有在使用，在睡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帮我看我的报告的那位心理师也觉得非常的有趣，他就说其实你常常都是在 checked out， 就没有办法完全 be present， 就是很多时候我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头想一些事情，又或者是就活在自己的大脑里的状态。然后呢，他也有跟我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呢，还有针对我的脑波的一个症状呢，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就是会显现出来的是，其实我可能展现出来比较像是有 ADD 的一个状态。那我之前也一直提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的，所以这符合了我对于我自己的一个诊断，因为我确实常常就是在一个 checked out 或者是 being forgetful， 就是常常会忘东忘西，小时候比较容易，后来长大了之后慢慢学会了很多生活上的技巧之后，一个一个修正，以至于我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就没有这么的拖耍，就是没有这么的脱线这样。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脑波图上呢，你们可以看得到的是比较活跃的就是会呈现红色，那比较一般的时候呢，就是它会是比较是绿色的一个状态。那在它这里头呢，我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因为身体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有晕倒，然后撞到头，所以我这边就是有撞到，那个时候我去医院，但是护士就看一下说应该没什么大事，所以就送我回家了。那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是有脑震荡，因为我觉得我的大脑好像怪怪的，在处理事情上，又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大脑有点晕晕的感觉。而这个脑电波它侦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我的大脑的右上边它是红色的，而它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我的大脑这个部分呢，他们很努力的，因为可能有一些脑震荡还在修复的当中，所以我们大脑很努力的在透过它附近的一些组织来彼此沟通，所以我能够维持正常的执行功能。所以这就提到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就是大脑的可塑性非常的高，这里就验证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大脑真的会不断的去因应和适应不同的一个状态，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可塑性，它是不断的在学习跟应用的。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呢，在我的 neural recovery， 也就是在各方面呢，是代表说去看你的认知能力的弹性啦，还有你的灵活度啊，各方面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在边界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在这个整个 category 整个分类里头呢，我有一项是非常的高分，就是 being present。 很有趣吧，跟我刚才讲的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原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其实我很容易 check out， 我很容易不在当下。但是呢，我在这些压力情况下，我的
伽马是很高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最高的那个脑波其实是很高的，而且我的大脑会自己变成比较 present， 就是比较能够在专注在这个当下。因为在进行这一整个系列测验之前，我有做一个自我背景的一个陈述报告，那他就有看到其实我有很常在做冥想跟瑜伽，然后他就说这应该跟你在做瑜伽和冥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会让你更容易练习把自己就是专注在这个此时此刻当下的这个状态，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在高压的时候，我的大脑会自动跳到比较高的一个脑波去来执行这样子一个需要执行的功能。很神奇，对不对？我觉得大脑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器官。然后当我了解越多的时候，越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善待我们的大脑。每一样东西我们吃进身体里头，可能都对我们的大脑有所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我们更需要好好去善待我们的大脑，让它可以发挥更好的功能，极高的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挥到自己最大的潜能。好，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欢迎跟我们分享哦。又或者是如果你有去做所谓的脑电波图的话，也欢迎跟我分享。OK， 那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